为什么你的 EA 开发之后实盘不能赚钱？很有可能是你的策略开发完成之后，你在实盘之前缺少一个必要的验证阶段。我之前在朋友圈也发过相关的这个观点内部课也讲过的，但是真正严格执行的人确实不多这个步骤其实也不是说很难很复杂。说白了，它只是说，当你开发完成一个 EA 之后不管你是做了多少复杂的测试这个时候你都不能说是完全的去相信它，就去把它马上实盘，这是不行的有些人可能会说我这个策略已经是千锤百炼了，什么样的测试我没做过？什么 in simple、out simple、walk forward、monkey test、离散值、蒙特卡洛模拟穿透性测试、WFA 这些能做的我都已经做了，还不够吗？是的，还不够归根结底你还处于一个回测的阶段历史回测的阶段。历史可以给我们做参考但是它没有办法完全的代表未来所以当我们打算上架一个 EA 之前打算进行实盘操作之前，必须把你的 EA 放在一个小资金账户上，或者是 demo 账户上去运行一段时间。我把这个阶段叫做 pre-live 阶段，也可以称之为验证阶段。就是这样一个步骤可以帮助你提升策略盈利的概率。为什么呢？首先，第一，可以确保你的程序你的 EA 拿去实盘是没有 bug 的，确保你的策略能够完全的按照你的预想进行开仓平仓仓位管理。如果说这些操作你在验证阶段发现了它存在相应的问题有 bug， 那就说明你的这个策略之前的在回测阶段的那些回测的绩效你做的这些测试它的参考意义可能就要稍微打一下折扣了你得去把这些 bug 解决之后然后再重新的去审视你的策略，测试你的策略确保它的绩效还是令你满意的一个结果。那么第二点就是你在 demo 账户上模拟一段时间之后这个时间可能每个人他的理解不一样，反正我个人来说就是时间上你至少要有1个月的时间这是最少的。还有就是交易笔数上的要求我个人的要求是至少要产生30笔交易，太少的话有些问题它还没有来得及暴露出来。当然真实的情况是，更多的时候是我们开发出来一个策略之后大家其实并不想模拟运行一段时间，因为你已经做了很多测试了并且开发的这个阶段比较辛苦产出真正有效的策略不是说频率那么高大家别看我在频道里经常分享这些策略但是其实说实话，大多数策略我们只是用来学习研究的不可能说是每一个都能够拿来进行实盘的所以大家可能在很辛苦的开发出策略之后并不会说舍得去浪费几个月的时间去模拟测试因为这里面可能大家会莫名产生一种踏空的情绪我个人也是所以我的操作是这样的我不在模拟盘上运行，但是我会在一个小的账户上风控比较保守的一个账户上去做相应的验证，等待这个小账户跑了几个月之后并且交易笔数至少大于30笔交易之后，我会把所有的交易记录导出来。之后我们要做的就是把你小账户的实盘交易记录和同时期的回测的交易记录进行对比。比如说你这个策略是6月1号开发完成，然后从6月1号开始你使用这个小账户跑了3个月的时间跑到了9月1号，然后把你的实盘交易记录导出到 QA 或者你自己习惯的一些分析软件都可以，然后再使用你的 EA 在 MT5 上使用同样的参数同样的风控去回测同样的时段也就是6月1号到9月1号，再把你的回测结果也导出来，然后对比你的实盘交易记录和回测的交易记录的差异这个差异我们
不是说要奢求100%完全的一致啊，因为实盘的这个滑点啊，包括动态的点差都是不一样的啊。这个相关内容其实我之前也做过视频的，应该能够理解啊。所以我们是不能够要求它啊100%完全一致的啊。只要这个误差在合理的范围，那么就说明我们之前的回测绩效是值得参考的，是值得被信任的。其实从最起码我们的这个开发周期来看啊，这个落差它不会太大啊。比如说从交易笔数来看啊，如果我们的实盘产生了60笔交易，然后我们的回测阶段啊产生了大概50笔左右的交易的话，我们都认为它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啊。那么除了交易笔数之外，我们还要看的一些数值就是比如说类似于我们的盈利情况啊，我会一笔一笔的交易啊手动的拉出来进行对比。我曾经也把这个阶段啊用Python 代码自动化过啊，自动化的进行这个差异的检测，但是感觉还是不如自己亲自啊逐笔交易记录的对比啊来的有信心啊。通常来说啊，我会对比开仓时间、开仓点位、平仓时间、平仓点位和最终的一个盈亏金额。如果相差较大的话，我就会检查是不是 EA 的逻辑有问题。如果没有找出什么问题啊，那么我就会再把 EA 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啊，再进行对比啊。因为我遇到过的有些 EA 就是这样的啊，等它的交易记录足够多的时候，你再来看它们之间的误差，可能就会变得可以接受了。那么这个验证阶段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帮我们剔除一些过度拟合的结果啊。这个阶段如果你运行的时间太短的话，其实也是看不出来的啊。有些拟合程度过高的啊，就是比较高的那些，可能你跑一段时间啊，就能够看出来，它是很明显的是拟合的产物。但是更多的时候，如果你是做了很多的这个稳健性测试之后的话，类似于这种策略的话，我们可能就是需要至少半年的交易记录才能够进行这个评判啊。最简单的做法就是跑6个月的时间，然后把你这6个月的记录和你之前回测阶段的记录啊合并统计出一个资金曲线，然后你肉眼去看，能够明显看出差别。如果你一眼就能够看出什么是回测的数据，什么是实盘的数据，那么就很不幸啊，极大可能你的策略是overfitting 了。那么你就没有必要说再去放大资金去真正实盘操作了，也就是你不需用真金白银去检测这些错误啊，为这些 overfitting 的结果去买单。最后的最后就是执行这个阶段啊，验证的阶段，你执行的时间越长，你对于策略的信心程度就会越高啊，越有利于你后面大资金实盘的时候能够执行下去。因为我们回测的时候时间是很快的，10来年的数据1分钟不到可能就已经跑完了，所以我们会增加很多的这种稳健性测试啊，归根结底啊，就是为了提高我们的信心程度。但是毕竟它历史回测啊，它是回测啊，我们实盘的时候1分钟就是1分钟啊，1天就是1天，这两种方式跑下来，我们的这个心理路程是完全不一样的，带给我们的信心程度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通过这个验证的阶段，也让我们树立起对于策略啊，对于这个策略的信任。好，这就是我今天想表达的全部内容。执行这个验证阶段可能会花费一些时间啊，短则几个月，长则半年、1年都有可能啊。但是确实是非常有必要的步骤啊。好，如果你觉得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还请点赞、评论、加关注。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吧，拜拜。